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昨天，商务部以布令的形式发布了一项法律法规，名字叫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其实换句话来说，指的就是美国的长臂管辖。美国把自己的国内法强行在全世界进行执法，这个事情呢，世界各国苦美久矣，但是呢，敢怒不敢言。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法国的阿尔斯通。法国阿尔斯通的高管皮耶鲁齐被美国人抓了，罪名是什么呢？在印尼行贿。你说一个法国企业的高管在印度尼西亚行贿，关你美国什么事呢？但是美国人说了，你用的是美元呢，所以我就能管你。皮耶鲁齐在美国的监狱受尽折磨，被迫认罪啊。美国人拿着皮耶鲁齐的供词，又抓了阿尔斯通三个高管。阿尔斯通最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源业务卖给了美国的通用。所以美国人，你说他是在打击国际腐败吧，但是最后得利的是美国企业，损害的是别国企业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的长臂管辖。当然了，美国长臂管辖也做过一些好事啊，我们也得承认。比如说2015年，美国人在瑞士把国际足联的7名官员抓到美国受审，原因是什么呢？国际足联腐败。这个事情呢，国际上是赞同的，有什么说什么。美国的域外法权，对于中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美国制裁中兴和华为。对于制裁中兴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中兴自己都认了。对于华为，孟晚舟女士被非法拘禁，这个事咱们也不说了。为什么不说了呢？制裁中兴，包括孟晚舟女士，美国最少还拿出了一个所谓的法律条文啊，中兴和华为向伊朗卖东西了。不管这个法律条文怎么样，毕竟还有一层遮羞布。但是美国接下来对华为的制裁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了。你说华为发展 5G 技术违反了哪国的法律啊？哪一条法律也没有说某个企业你不能在 5G 上世界第一啊。美国找不到任何制裁华为的借口，干脆就不要借口了，赤裸裸的就制裁。要说制裁吧，美国如果光约束自己国内的企业，这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你管的是自家的孩子。但是美国还威逼全世界的企业都不能和华为发生业务往来，这就太霸道了。咱们中国呢，面对美国这些年的制裁啊，说实在话，以前的反应是比较软弱的，倒不是因为我们怕美国，主要是在执行的时候，国内确实法律是缺失的，无法可依。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去年呢，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要出台一个不可靠的实体清单，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呢，仍然没有弄出来。原因呢，我通过商务部的这条法令仔细想了想，觉得确实比较困难。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中国把某一个外国企业列入了不可靠清单，那就意味着中国要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去打压这家企业。你总得找一个理由吧？不管你这个理由找得多么充分和确实，总会有人颠倒黑白说你罗织罪名。比如说，美国在刚开始制裁华为的时候，深圳的伟创力大家都知道啊，把华为的资产给扣押了。通过这个事儿，你说我们要是把伟创力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的话，那伟创力就有话可说了。我是扣押了华为的资产，但是这是我和华为我们两家之间的事情，没有涉及到任何第三方。如果说有人要主张，那也是华为主张啊，华为可以去法院告我，这都是合理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利用公权力来介入一个民事纠纷呢？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是处在比较被动的位置。可能有些朋友说啊，美国都可以借助国家力量打压华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国家力量打压伟创力呢？这个话呢也得两说，我个人认为还是不恰当的。因为什么呢？人总得要点脸吧。如果说某一家外国企业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权利，那我们就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去打击外国企业，那我们和美国还有什么区别呢？总不能一点脸都不要吧。所以呢，没有相应的法律是一个软肋啊。
现在有了法律规定的清清楚楚，你还要这样做，那国家公权力去针对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就好比说我在瑞典吸毒，这个没人管得了，合法的。但是如果在新加坡吸毒试试，那就不得了了，同一个道理。现在呢，法律是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一条一条的解读，看看咱们这个办法是如何针对的，如何精准的斩断美国长臂管辖的。商务部出台的这项适用办法一共16条，绝大多数都是很精准的针对美国的域外法权。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解读啊。第一条很简单，第一条是总则，就是为什么要制定这个适用办法。任何一个法律法规的第一条都是总则，我们就不再说了。第二条呢是本办法的适用范围，原文比较绕，我们直接说意思。本办法的适用范围就是全世界的任何组织、企业和个人，当然不包括别国政府，因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不能当被告的啊。全世界任何一家企业、组织和个人都受商务部这个适用办法的管辖。第三条有意思啊，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是说给东盟、说给欧洲听的。因为中国前不久刚签署了 RCEP， 刚和欧洲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言外之意就是我出台这个办法不是针对你们的，你们不要想多了。第四条其实就是处理域外法案的工作机制啊，我们理解成工作组就行了。就哪个部门来主导这个事情呢？原则上是商务部和国家的发改委。另外呢，涉及到哪个方面的主管部门出来协同一下就行了。比如说中国要反制某一些企业，措施是什么呢？禁运稀土，那么国土资源部门出来协调一下就行了。第5条是关于报告制度的，就是只要是受到了国外法律的域外适用的侵害，受害人必须得报告。如果说不报告呢，后边还有一个处罚措施呢，这一点我们就不讲了。第六条很有意思，第6条是界定国外法律和措施域外适用究竟成不成立的几个因素啊。4点，其实前3点不用说，前3点都是原则性的东西，关键是第4点。第4点，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我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可能有人觉得这口子也太开了吧，什么都能往里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口子放得太宽了。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咱们出台这一项适用办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某些国家对我们的不合理制裁。某些国家是谁，不用说都知道。问题的关键是某些国家不按套路出牌啊。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标榜自由的国家，动用自己的国家机器，而且呢还威逼利诱自己的盟友一起来打压一家公司，打压一个企业，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威胁到了自己的技术地位。你说脑子正常的人能够想到吗？所以说你面对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你只能是把框变得大一点，要不然的话，不论你法律法规制定的再详细，总架不住别人不按套路出牌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第7条呢，就是发布禁令啊，一旦认定某一条国外的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执行到中国来了，侵害了中国的利益，那么国务院的商务部就可以发布禁令，不承认、不遵守、不执行这条国外的法律。第8条呢是关于豁免的，豁免其实意义也是挺大的。咱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美国制裁华为，中芯国际本来在为华为代工芯片，但是现在不能代工了，商务部又发了一个禁令，不承认美国的制裁措施，这样中芯国际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了。本身中芯国际要发展，还暂时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如果说遵从中国商务部的决定，那就得罪美国了；如果说遵从美国的制裁决定，那
中国的商务部也要收拾它。那怎么办呢？就给中芯国际颁发一个豁免就可以了。你可以暂时遵守美国的法律，制裁华为的决定，而不受中国的惩罚。言外之意就是你自己好好发展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第9条是关于赔偿的，它分为2个情况啊。这2个情况呢，我们都可以举例子来说明，还是拿华为和伟创力来举例子啊。伟创力执行了美国的法律啊，就是扣押了华为的资产，那华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伟创力赔偿损失，伟创力必须得赔，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华为和伟创力在美国打官司，美国法院判伟创力胜诉，扣押华为的资产，伟创力可以据为己有，那么华为完全可以在国内再提起诉讼，判决伟创力进行赔偿，这样也会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啊。有朋友可能问了，如果说相关的外国公司不赔偿怎么办？有办法，可以强制执行。外国公司一般在中国都有资产啊，到时候这些资产都会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啊。这是第9条关于赔偿的。第10条，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为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对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提供指导和帮助啊，包括服务，这点好理解，咱们就不再说了啊。第11条，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禁令没有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并且因此遭到重大损失的，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一点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国外的一些禁令，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发布了，中芯国际没有遵守，结果呢自身遭到了一些损失，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直接补贴，就是你损失多少，国家给你补贴多少。另外呢，也可以减税呀，或者是以其他的一些政策优惠来弥补损失。第12条，对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这一点也简单啊，就是你制裁我的企业，我也可以制裁你的企业。第13条还是关于报告制度的，就是外国的法律和措施已经制裁到你的头上了，你还不向中国的主管部门进行报告，那自己也是会受到处理的。处理的方式有警告，包括罚款。第14条是关于保密制度的，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报告者是有保密义务的。第1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规定的外国法律与措施域外适用，不适用于本办法。就是大家都公认的有一些法律可以在国际上通行的，那么我们这个办法也管不着，这也是国际共识。第16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一点准备的工作都不给你们做，说到我就要做到。其实呢，商务部出台的这项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使国际上的一些企业左右为难。说实在话啊，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呢，有很多企业确实面临到一个两难的境地，遵守美国的法律吧，中国不愿意，而且处罚措施都出来了，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失去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的资产会被强制执行。你要是遵守中国的禁令吧，美国又不愿意，那这些企业怎么办呢？很明显，他们会游说本国政府，在未来做出对华的一些经贸决策的时候，你得多考虑一点了，你不能大棒子一顿乱打，打死的都是自己人呐。这其实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结果，是让别国的政府在出台相关措施之前，能够多考虑考虑，面临的代价更大一点。其实呢，我们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咱们只是希望在国际的竞争当中啊，能够老老实实的大家公平竞争，一起最好是合作，大家一起挣个小钱。但是如果说有些企业真想一条道走到黑，就是和中国对着干，那对不起，中国市场的小钱你也就别想再赚。今天的内容呢，咱们就暂时说这么多啊，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